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仙草，欢迎收看我的视频。欢迎大家来到仙草帮建第3期。该系列旨在和大家一起建设岛上没有头绪的区域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投稿岛主的内容吧。首先还是根据岛主提供的区域视频及图片来复刻初始地形。这里是岛主投稿时的地形格子图。整个区域在岛屿的最右上角，右侧不规则的地形是陆地边缘。这是我复刻出的地形，双桥的部分是岛主自建的前置景观，我也还原出来，方便结合场景和参考点位。本次岛主提出了修改地形的需求，所以我先进行了基础地形改造。这是改造后的地形格子图，可以看到2层区域我延伸到了最右边的陆地边缘，并对应双桥的位置架设了双坡道。这是改动后的地形地图，坡道我也提前架好了。除改动地形外，岛主希望今天能建设一个古风的场景，喜欢的场景主题有集市、马场、竹林、茶馆、棋馆等，并需要安置好露营地。地形改造上想要有起伏变化，有流水，那么我会尽量在有限的场景里多满足岛主的需求，并在岛主的同意下自选一些设计码来完成今天的建设。这里走过双桥的前置场景，白线内就是今天要建设的区域，会分为1层和2层2个部分。我先从1层开始，从桥头向坡道竖向的铺设一条4格宽的系统石板路。铺好后，在石板路上用石砖设计码铺出路肩。在右侧的桥坡之间再铺一条完全一样的路，这样整个1层区域在布局上呈对称的样子，也比较符合中式的对称美学。道路之间我再拓展一些水域出来，先铺上单格的设计码，是方便定位放灯的位置，这样不容易放歪。一是想增加流水的造景，二是想在水域里增加光源，打造河灯的即视感。然后挖出一些水域，边缘呈不规则的走向，这样在整体对称的场景里又能添加变化，场景会显得更自然。在2层的坡道之间，我先挖出一些瀑布作为1层的背景。回到1层再拓展一些水域。瀑布下的1层区域，我将把露营地安置在此，作为1层中心的戏台。戏台背后需要预留2格来搭建戏台的背景。铺上石砖，放上屏风、灯笼和鸟居。石灯的颜色可以呼应石板路，鸟居的红色可以呼应虹桥。然后安置好露营地。将水域继续拓展到露营地2侧，但2侧的水平位置不同。将露营地周围的石砖路补全。再用红色的油纸伞装饰在周围，并在2侧的坡道旁加上石灯。露营地前的小空区先铺上大石块打底，露出一些自然的地面，也能和稍后2层上更自然的景观呼应。放上一些座位与食物作为戏台前的小茶铺。
接着来到场景左侧，同样在2层上先挖出瀑布，拓展一些水域。和茶铺一样，主路两侧的区域用大石块打底。用西部楼房外墙、路边摊等较高大的家具来搭建路边商铺聚集的场景。不同的摊贩里可以布置不同的小家具来强调出主题，例如小吃、瓦罐、瓷器、植物等等。主路上放置3个红色的朴素派对灯，可以假装是集市中挂的灯笼，也能增加夜晚的光源。1层右侧的空区筒里，用类似的家具重新组合搭建一些商铺。整个1层区域以石板路的石头灰色为主，以桥梁的红色为辅，来打造较中式的风格。场景整体布局呈对称样式，但具体布置上会增加不对称，让场景显得既规整又不缺乏生活气息，也能比较符合古风集市的感觉。这样1层就完成了。接着来布置2层，先在瀑布后面堆砌一个3层，形状无所谓，大小能够放下松树和5重塔即可。2层上地面几乎都是用大石块来铺地，更符合竹林的自然氛围。将瀑布也通到3层，高高的3层加上高高的家具，能更好地作为1层戏台后的远景背景。在3层背后向左错开一些位置，挖出瀑布和一条蜿蜒的小溪，从远处看会有瀑布通向大海的错觉。在场景边缘先种上一些灌木。小溪右侧用设计码铺出一块小空区，用庭院石和栅栏作为2层边缘的背景，再放上带有书法设计码的桌子，打造一块面向大海的练字区域。更右侧种上竹子，打造竹林。继续将蜿蜒的溪水延伸出来，留出能够跳跃的距离，保证通行即可。
继续向坡道方向种竹子，注意竹子前矮后高，避免遮挡。再尽可能的增加一些流水，丰富地形，加强自然感，打造竹林流水的风雅氛围。铺上石块设计码，不仅能装饰地面，也能对道路的走向进行一些提示。然后是小溪左侧的空间，同样也是竹林，布置逻辑和右侧场景相似，但将小场景从书法区域改成了下棋区域。用竹席设计码打底，强调出下棋的区域，林间下棋也是十分惬意。用石块铺出道路后，也增加瀑布与流水。场景功能上左右较为对称，但流水的样式不同，与一层一样，布置逻辑依然是大对称和小变化这样的搭配。最后在场景里放置好主题家具，再分散添上一些石灯和花草就完成了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帮线内容了，希望岛主喜欢，大家看得有趣。设计码我会放在简介里，需要的友友可以查看。如果觉得这个系列还不错，还想看其他岛主的投稿改进的话，麻烦大家多多3连，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。非常感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